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那么忙了一天今天是周末，那么本来都准备睡了，是吧？因为今天一天发生的新闻很多，但最关键的呢，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那么，因为沙特油田的问题，是吧？川普今天一直在表态，要加速审批，要动用国家储备。这样的话呢，能够尽可能缩小沙特油田被炸对国际市场油价的这种波动，最起码要保障美国的石油供给，不要造成市场的恐慌。那么关于无人机从哪儿来的，是吧？到目前为止，好像能够显示的公开资料都是伊朗。至于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生产线是伊朗的还是中国人卖给他的，这个看不到什么结果，也就意味着短期内还不会把盖子揭开。那么至于中国方面呢？中国方面我们看到的新闻基本上都是预料之中的，是吧？梁振英这个小丑实在没人背锅了，他反正债多不愁，色多不痒的，他跳出来表示北京有足够的信心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都知道最终会有一个出来做恶人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位前香港特区的特首来做这个事儿这个确实没有预料到，因为他块头确实太小，而且名声也不咋地，是吧？也不怎么靠谱，由他来传递这个图穷匕首现的这个信息很让人感觉到惊讶基本上也在意料之中，也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实呢，习近平刚刚做了一个批示，针对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那么提出来一大套据说是为了提升人民幸福感他要求从严管控，把这个网络安全提的位置很高。说到底一句话，9月16号开始到9月22号这一周，虽说是一个国家网络安全的宣传周，其实他这个批示给封网提供了必要的这种可能，或者说封网已经成为一个选项了。如果出现网络异常，大家不要感觉到特别的惊讶，因为这个月底会发生很多事儿。他们现在都在打预防针，每一个动作都是有目的的。其实今天真正让我感觉到不吐不快的是另外一篇文章有朋友推荐给我，是关于这个中国怎么样能养活14亿人的就把它作为一个奇迹。那么这篇文章我看很多网站都在转载，那么大概看了一下，配图很精美如果你要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话，你会感觉到非常振奋人心。他认为中国能够养活14亿人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了，而且水产品这个肉类供应包括水果都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是吧？那么在他的这篇文章震动之下，我想了一想，是不是关于粮食的担心我们是多余的了，是吧？因为这篇文章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引用了很多典故，是吧？开篇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红帆八镇
食为守正，就是说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其实洪范八正呢，它是在洪范九畴里面的。传说中，这是大禹治水，就是我们知道开创这个夏朝的是吧？大禹。那么大禹治水的时候，上天为了帮助他治水，那么给他9个策略，来帮助他治水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教他怎么治国。所谓的洪范八正，其实是洪范九畴里面的龙用八正，是吧？射龙的。通篇看下来呢，像洪范这个东西其实很好解释，是吧？洪是大，范是法。其实这个洪范它的意思大概就相当于国家大法，或者叫现代把它称为叫宪法，是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洪范九畴里面提到的有很多现在都做不到。在治理国家的方面，洪范九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听，因为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做不到，现在的共产党人就更做不到了，是吧？所以我看他提到了洪范八正，只是为了借用食为守正这句话。那么民以食为天，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我看到他引用了很多数据，包括现在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他主要选择性的讲解了2个时间段，或者说应该来说2个时间段是比较突出啊。第一个就是1978年到1984年，说中国这个粮食增产是因为包产到户，小岗村的这个家庭联产到户，所以激发了农民的热情，那么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终于能够吃饱肚子了，因为那个时候人少。那粮食产量增加了以后，大概每个人能达到400公斤，那么也就达到了联合国提出的400公斤的人均膳食营养标准。但是他少提了一点，78年到84年的粮食增产不仅仅有包产到户的原因，还有来自日本的料素，来自德国的化肥以及化肥生产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提到93年是吧？全国就废止粮票了，也就意味着，即便1978年到1984年粮食增产了，但是还是等到了10年之后的1993年才完全废止粮票的运作。这说明84年到93年粮食生产还是有波动的，对吧？那么9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连续10年按照统计标准来算，最长有一个计算标准是连续12年的高产。这个高产一直维持到2014年左右结束了。粮食一直在增产，其实不像现在人们看到的这种宣传，说是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呢，买粮食，因为粮食多样化，是吧？除了自己生产的，或者说质量不高的要从国外进口一批，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这是一个宣传，或者说这种宣传它很模糊，模糊到最后呢，就是让你感觉到晕晕乎乎的，到底能不能自给自足啊？我们的粮食当真是够中国人吃了吗？就是你要看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媒体上推出来的，就内地媒体上推出来的这些宣传，
你会感觉到，从2004年到2015年这个12年年增以后，就是粮食增产以后，中国就不存在粮食问题了。其实我们知道的情况是恰恰相反。201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专门刊载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粮食需求将推高全球粮价》。中国不仅仅是石油从大庆产量降低以后，这个中国的石油从出口国变为纯进口国，那么粮食也将成为纯进口国，因为你的进口比重太大了，大到不仅仅跟中共目前的宣传不一致，而且已经推高全球粮价了。因为全球可以交易的粮食至少有1/3是由中国来购入的，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间是相当罕见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大量的农产品，它的价格是高于全球市场价的。它的原因有很多，其实从2011年开始，那么提倡服务性农业，让工业反哺农业，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明确化了。到2014年以后，中共所有的高层在涉农问题上都是相当慎重的。那么为什么到了2019年反而会说出这种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仅能吃得好吃得饱，而且多方向的正在调整，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一些粮食，只是为了照顾一些农产品生产的大国。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没有底气的。从2018年开始有中美贸易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感觉到美国好像是一个农业大国，他是为了捍卫农民的利益，逼着中国买他的大豆，所以才跟中国搞贸易战吗？而且很蹊跷，是吧？那么原先这个中国每年进口，2017年最多的时候进口了9500万吨，那么2018年就闹成这样了，也进口了8800万吨。为什么一直在进口呢？其实中国不仅仅进口大豆，还进口玉米，甚至还进口高粱。大豆我们知道，除了榨油以外，豆粕可以作为饲料，是吧？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的饲料是畜牧业家庭养殖业、农村养殖必须要购入的一种东西。你可以说像苜蓿草这一类的增加动物蛋白比例的你可以少买一点，是吧？你反正有3聚氰胺，无所谓，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呢，你像玉米、高粱也是要进口的，因为国外的价格低呀。中国号称12年增产，其实增产的前提也没有说。增产的前提是大量的购入了转基因的种子。全国现在至少70%的农业种子是靠外资来提供的。蔬菜高品质的蔬菜种子90%是由外资种子公司来提供的。很难说，是吧？今后很难说，别说你能不能自给自足了。如果说种子供应上面要是出现问题的话，你马上就是一个到了需要种植农产品的时候没有种子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不过这种处境呢很难出现，因为这涉及到一个14亿人的大国，它将出现的是一个人道危机，所以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能看到一点，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农业上的问题，它是一个坐在办公室你想起来的这种农业规划导致的，是吧？李克强要让农民上楼，要让农民进城，要搞城镇化，城镇化就必然要由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现在搞得已经缩减了工作机会，对吧？李克强今天有一个表态，只要能够充分就业啊，经济增长高一点、低一点，我们都可以接受。这就说明一点，他连拉动经济都不考虑了，只是在考虑让更多的人就业。就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业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甚至低效率的劳动、更低素质的经济增长，他都可以接受。那么，农村的规划，除了他要让农民上楼、农民进城以外，其实习胖还有一个打算，就是进行农村土地的整合。他首先要确权，然后要土地流转，然后他要搞什么呢？搞现代化的大农场。这个提法从他上台之前就已经很明确了，他上台以后就一直在搞这个东西，但是他忘了一点，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大农业的条件。无论习李两个人的主张是什么，但是6年以来，农业没有什么成效。现在光靠你吹说你能解决粮食问题，这个是不现实的。中国每年在世界粮食市场上进口的粮食占整个世界粮食贸易的1/3强，而且中国的粮食供给不仅达不到所谓的95%的安全线，也达不到现在吹嘘的说是足够中国人吃的粮食。其实我告诉你，中国每年进口的粮食占中国消费量的20%以上，中国的粮食安全根本就没有。大家看到这一类比较提振人们信心的这些文章的时候，多想一想，万一政府骗了你呢？别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忍受，饿肚子这个东西几十年来已经很少有人尝试过了。翻开史书，可能也就这几十年没有大面积的饿死过人。它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现代科技，无论是转基因的产品，还是杂交水稻、化肥、农药的使用，还是更重要的一点，美国人在卖给你粮食，知道吧？这个世界上4大粮商有3个是美国的。粮食现在叫订单农业，人家每年是有规划的，人家生产的东西是注定要卖给你，而且因为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人家的粮食价格确实低，是吧？卖到中国的价格，装上船运到的中国的价格，都比你自己生产要高得多，而且安全，对不对？它没有水质的问题，没有这个重金属污染的问题，最起码你吃的你放心，对不对？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呢，涉及到粮食这一块，不要过分的乐观，不要看政府宣传什么，往往在中国出现的现象是，他叫得越欢，说明他心里越慌。好了，谢谢大家，再见。